嘿，大家早！1月4号，也是新年第4天。今天先跑个步，今天稍微少跑一点。昨天睡眠不太好，现在起跑心率就有点高。然后刚才右腿后侧靠近膝盖窝那块感觉有点轻微的拉伤，可能是我早上起来热身的时候拉了一下，不过问题不大。今天就跑个10公里吧。行，一会儿聊。跑了6.37公里。今天聊点什么呢？我昨天跑步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感悟，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，以及我们每一个个体之间的关系。现在不是到处都在渲染这个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冲击嘛，对吧？好的一面，不好的一面。好的一面我都看得见，是吧？对效率的提升，可以让一些可能比较重复性的工作能够用人工智能来完成，效率极高，准确率极高。但同时可能也会造成焦虑，我们的对产业的冲击，对行业的冲击，乃至对个人的冲击，是吧？可能现在的还在上学的学生可能还没有太多的感觉，当然这也是我主观的判断。对于已经步入职场，甚至包括像我这样40多岁的中年人来讲，这冲击可能是根本性的，可能你的工作因此就没了，甚至行业就没了，是吧？然后我想到了什么呢？我还是先重复从段永平先生那里获取的启发，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你要相信任何东西是可以学习的，而且关键的是你是可以学会的。笃信这一点，其实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。无外乎就是别人早学一点，你晚学一点；别人学得快一点，你学得慢一点。但最终的结果就是，大概率都是可以学会的。有这点做基础，就不焦虑了。今天又出了一个什么工具？我靠，我得赶紧试试。明天那个时候升级了，天天处在这样的循环当中，人太焦虑了。然后第二点呢，是我昨天突然想到的，我觉得我们想的不应该是怎么去和 AI 抢工作、保住饭碗，而是说我们与 AI 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？人他的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？换句俗话就是说，突然有一天我这个班没有了，公司不存在了，我没地儿上班了，怎么办？但是这个时候，我觉得需要反问一下自己：人天生是要上班的吗？人上班应该起源于
工业革命是吧？大量的农民、手工业者，他们的生产资料被剥夺，然后赶进了工厂。这件事情发生了也就200-300年，是吧？那在这之前的人类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？没有上班这个概念吧？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。种植也好，或者再往前更遥远，可能就是采摘、狩猎为主。没有班可以上啊。所以 AI 来了可能是件好事儿，让我们从忙碌的996中工作加班当中舒缓一下，来反思一下为什么非得上这个班儿，对吧？一旦人工智能的价值被大量应用，生产力可能是人工的几十倍、上百倍，那个时候就不需要有那么多人去工作了。我们的主要时间可能是放在精神的修养、创造、教育等等的，而不是坐在工位里头处理什么文档，在一个工厂里头拧多少螺丝，或者说在公路上开着网约车送着外卖，是吧？好，就说这么多，非常粗浅的一个感悟。还有2.4公里到家，跑完了10.02公里，平均配4.56分12。有点小担心我右腿的这个后侧的伤，我想应该是内收肌，就早上做这个侧压腿的时候可能拉了一下，倒不严重，但是有点怎么讲，有点得不偿失的感觉。但是伤病是在所难免吧，我已经很小心了，按得很慢，而且那个动作都是比较靠后了吧，大概第6、7个动作，已经热了大概有10分钟了，还受伤。只能说身体可能比较脆弱了。行，就这么着，我们一会儿再聊。Hello， 又出门了，现在去游泳馆。今天犯懒了，就不骑车了，开车去。好，一会儿聊。
只游了1000米，但是比较顶吧，配速还没有看，待会儿在视频里再说吧。行，今天这个运动就结束了，只是跑了个10公里，游了1公里，没有自行车，行，今天有点小伤，然后加上昨天睡觉不好，所以比较疲惫吧，那我们就明天再见。伤病就是不期而遇，所以坦然面对就好了。好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